拉手是啥东西？拉手是这个啊，这是拉手。为什么把它识别成钣金了？因为这里边有钣金。我们程序有个优先级的问题啊，你这个东西既包含钣金又有焊接，它是一个钣金加焊接加实体的焊接而成的东西的话，我们会优先给你识别成钣金。这个合不合理？你说不合理，那我就给你讲讲它为什么要合理哈。因为你这个东西确实是一大堆东西焊接起来的啊，但是什么叫焊接啊？你要再了解现实意义啊，就是这里边它包含钣金。这个零件里边包含钣金，你最后这个零件你要委托谁去给你加工？只有钣金厂它才会既做钣金又给你焊接这点管子啊，没有专门做焊接的，它能够给你把钣金给你做出来，对吧？但是钣金厂可以，合不合理不是看你这个文字表述哈，你拍脑袋想它合不合理，你要看现实中你是怎么干活的。但是我们刚才这个里边，咱看这焊接哈，这焊接是哪个？选中它。选中长支柱，咱看看长支柱这个啊，它为什么是焊接件？因为啊，我做这个零件的时候，我用的是结构构件做的这个零件，所以我们属性格式化能够识别你这个零件，就是我这个零件是通过 SolidWorks 它的焊件选项卡下边的特征做出来的，那么它就是个焊件。用代码来做什么东西的识别哈，只能根据这个部件呢它自带的特征来识别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钣金和焊金，它的钣金优先更高，那是加入我们的主观的判断了。其实我们代码识别成它也是钣金，它也是焊接，但是我们这个做属性的，我们只有一个文件区分，你不能说这个零件又把文件区分又给它焊接了，又给它钣金了。你这玩意儿最后你是要委托人家加工的，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委托给2个厂商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只能优先选择一个啊。以前呀，有用户啊曾经跟我们说啊，我这么这个自动识别啊，如果能把标准件识别出来就好了哈。那什么叫标准件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定义啊？虽然我们行业的人都这么谈哈，只要是同行，其实也都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，但是你能定义出来吗？没人能定义。我跟你讲哈，比如说我是雅德克的，那所有气缸对我来讲都是非标准啊。我是史丹利的，恨不得所有的无机件对我来讲都是非标准啊。对 SW 来讲，唯一一个可以精确定义的标准件就是 Toolbox 啊。其他的这个标准件这个词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啊，你必须是人为的去参与，人为的去标记它是标准件。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通过自动识别来给你识别成它是标准件啊。这儿我再给你添加点佐料啊，咱讲讲在生产制造领域啊，这个利润率的金字塔，咱讲讲骑士链哈，就是了解我们家的，知道我们虽然在卖软件啊，但是这个软件只是我们副业啊，我们是设计公司，就在北京这片啊。因为高科技企业还是比较多的，我们接的订单呢，通常传统行业的极少啊，大部分都是塑胶啊、注塑啊这种牵扯到很多制造领域的产品。有客户给我们下订单的时候，他经常会希望我们直接把那个样品给他造出来哈。我们家就属于那种傻了吧唧的，实话实说哈。我们明确告诉客户，我们是设计公司，生产制造啊，我们会委托外协厂家。因为这个啊，就是我们其实因为这个丢了过很多单子啊。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设计公司，他不像我们家这么实实在在的，他说他们家全能，啥都能干啊，全是自家产业，这不就扯淡的吗？我告诉你哈，没有做机加工的也做 3D 打印，为什么？因为机加工他瞧不起打印，他瞧不起钣金那点利润，你知道吗？他都不够场地费的。这什么地儿只做焊接啊？只有路边那种小门市房啊，像以前那小红门那样的啊，门前有个4、5平米、6、7平米就够干活了。但是这个客户啊，他以为他做的那点玩意儿找一家够了，怎么可能？哪怕纯手板的公司哈，他们家能做的领域就那么几个啊。咱接前面那个说标记这个事儿哈，用属性标记这个事儿，咱说先标记这些采购部件：空开接触器、高压开关。PORT 系统你可以这样搞，只创建这么3个，他们现在它的文件区分在这儿呢。采购，我把它都写进去了啊，然后用属性反写功能，它会把这3个属性都写入到每一个零件进去。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标记出这3个件了啊？那么我这个是用 PORT 系统来给你做标记啊，咱换一个工具啊，咱做另一个例子。咱说刚才说高压开关下里边这2个零件都是在我做 BOM 的时候很碍事儿的东西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给它换个属性管理器的方式来添加哈。我还用这个文件区分。但这个文件区分里边，这里边没有我想要的。刚才说它是干扰部件，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内容从哪改。初始化这里边，系统初始化，然后咱这用会计模式了哈，得重复部署了，这就得啊，其他的东西都没什么改的啊。完了，从这会儿选一个把这个修一下，然后你再看这个属性管理器，添加标准模式，然后文件区分。看有干扰了是吧？我把这个属性给它填进去，
好了啊。然后我只创建这3个零件的 part 啊，报表其实是啊，你看一眼啊，这3个零件，装配是采购是吧？下边是干扰是吧？那我刚才的操作也没起到筛选作用啊，你当然没有起到筛选作用，因为我这个零件太少了，你是可以选出来的。咱还举极端的例子，说我们这个装配箱有1000件的话，那么1000件你怎么办呢？Part 系统啥也不选了，左边设计树一个都不选，创建，我把所有的零件都给你干出来了，是吧？都给你干出来了。现在我要用文件区分排一下序，你现在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钣金件筛选出来了？把它其他的零件、其他的东西你删掉它。现在你就可以做一个钣金报母，然后你把这个存储数据库啊，这个我们还没有改名呢啊。我们这个说 Part 系统它还有一些限制。就是说，你这东西得是合规合法的。你像这3个零件，它这里边有个蓝色标题，是我们前边这个，我们这块要跟你说，我们这里边有很多限制，你一定要完全解决这里边的所有的标记的颜色的错误，然后才可以给我们做数据入库哈。这里边蓝色的已经明确告诉你了，你需要做个智能更名过程啊。那么我就把这3个零件选中了它，选中，然后智能更名。更名完了之后，我还创建这块我就得重做了哈，创建这个，我还做这个相同的动作，文件区分，然后把这个钣金，你看这个几个钣金是不是已经没有，左边已经没有任何错误了？翻选，移除，这我就可以做数据入库了，钣金报表数据入库好了，这就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报表。这个报表你可以做很多操作哈，比如说你现在我查看一下它。这边有这么多内容，我可以出个 Excel， 3个钣金是吧？还可以干什么？生产文件导出。这个等会儿我要讲那个 Part 扫描的时候，我要专门说一说这个啊。这个东西暂时先不讲它，先跳过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做我们核心动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是这么做的啊。我们当时是把这3个装配，一个是快插接头，一个是气缸，一个是高压开关，这3个零件你看都是装配啊。这3个装配下边的，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下边这3个装配下边的子零件全都是干扰部件啊。那怎么来很方便的把这些干扰部件全都选出来？我们刚才做采购部件的时候，就是文件区分里边，然后我们做采购部件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这些采购件给你选出来了，是吧？啊，在我们做动画的时候是按照装配，按照后缀名，就是这个它是不是装配来给你排序的。其实你这里边可以那么搞哈，也可以这样直接标记子集。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假设你这个东西是个装配的话，那么你已经标记这个零件是采购件了，那么下边所有的零件都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给你添加一个记号，有个颜色啊，这2个颜色就是2个干扰部件。因为我刚才做这个采购的时候，做这个采购属性的时候，没有给另外2个装配给它采购属性，所以说我这块是没有选中它俩的。如果给它俩也标记成采购了，添加属性。标准属性文件区分采购，添加属性哈，添加完了之后 ，Part 中心重做一遍哈，重做一遍，然后呢，我用这个文件区分把这个排下去，所有的采购件我都给它选上了，然后标记下级。你看一眼这边哈，有个颜色的变化，你这块是干扰，这是我刚才手工用那个属性管理器给的啊。那么我现在除了它俩以外，你看这还有4个，这4个对应什么？选中它，看不着哈，那我把它展开的。你看我这个，在我选中的时候，我这是先清除选中，我会专门把这个采购属性下的子部件都给你标记上了。那么你这个时候，你再用我们的属性管理器，同样的像刚才一样添加标准属性，然后加文件区分它是干扰部件，把它们添加完干扰部件之后，然后你再创建文件区分，看这么多干扰件哈，所有的用不着的，是不是都给你标出来了？这个它俩是一模一样的零件制，注意哈，这个标记和我们参数化系统的那个标记是不一样的。参数化系统里边标记甚至于哪个零件都给你标出来，那也是有作用的，有用处的。但是我这个标记只为了调整属性，相同的零件我没有必要给你全选出来哈。到现在我们这节的内容大概就说这些吧哈，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很清楚哈。我讲的过程你一定要想，就是别拿我这个装配来做你的考虑，
你把这个装配考虑成一个超大型的项目，超大型的装配体，里边有一大堆零件的时候，你再反过来想我们这套操作有没有意义啊？